小米12S Ultra 与 vivo 的 X80 Pro 这两部机器应该怎么选？我先声明一句话：主打影像的各品牌旗舰手机，他们在摄影允许的环境下拍照，他们对比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。但是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己的风格，这种风格是否适合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。并且如果您想玩摄影，那这部手机的功能是否丰富，我觉得这都是您选择的一个参考标准。我们先说一下手机厂家的风格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一部旗舰手机在发布的时候，厂家为我们提供的宣传的样片是什么风格的？你比如说 vivo， 它主打的就是人像和风光，还有各种美丽的都市风景。而我们再看小米12S Ultra， 它清一色的人文纪实和主观表达的照片，颜色呢相对说比较厚重浓郁，这就形成了他们的风格。这时候可能答案就明显了。如果您想记录孩子的成长，拍摄花花草草，旅游中能够拍风景，这样呢，我建议您选择 vivo， 因为 vivo 更趋向于糖水片，尤其是在拍人像方面 ，vivo 有他家的独特的算法和效果，尤其是它的这个蔡司的焦外效果，在人像模式下将会让你收到类似于单反效果的那一种味道。再说小米如果你喜欢人文纪实，喜欢街拍，喜欢拍一些代表个人主观观点的一些照片，那我建议您不要徘徊，直接选择小米12S Ultra。为什么？因为徕卡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记录，因为它的背后承载了太多的人文纪实的背书。作为一个街拍摄影爱好者，如果您不体验一下徕卡颜色，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遗憾？我们再说一下它们的功能方面。从功能方面来讲，这两部手机基本上是半斤八两，差不太多。你有长曝光，我有慢门时光；你有行云流水，我有瀑布流水；你有浪漫星空，我也有星空模式。并且他们都支持专业模式，也都有丰富的慢动作。但是小米的慢动作要比 vivo 旗舰机要强大好多。这时候您可能就要问，它俩的差异化是什么？它俩在硬件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是呢，它们有各自主打的一个方向。你比如说 vivo 呢 X80 Pro 有一颗50毫米的人像镜头，而小米的人像呢是通过主摄放大进行裁切。当然，它的硬件呢可能指标数稍微高一些，放大2倍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。但是它们的风格却不尽相同。vivo 呢，那就是标准的糖水片，清新美丽，郊外虚化梦幻。而小米呢，它的滤镜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它呢趋向于一种严肃的、传统的，甚至有一些复古的味道在里头，似乎感觉更小众一些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下视频模式吧。这两家呢，在最近的旗舰机里边呢，都主打了什么微云台、超防抖然后呢视频的功能。但是呢vivo 的这种防抖呢，虽然是一种主打的一个卖点，但是呢，它的确是跟小米这样的一些手机进行对比的时候，超强防抖模式下同样不可以变焦，在普通模式下拍摄视频的话，防抖水平都差不多。vivo 呢并不支持后背全镜头全焦段的4K 60帧，而小米的这3颗主摄镜头完全支持和匹配。vivo 的那颗长焦似乎有点赠品的意思。X80 Pro 虽然比它的上一代70 Pro 加有了很大的改观，但是在长焦表现上仍旧与小米的这个长焦没法进行相比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觉得两部手机的从拍摄的质感等等呢都各有特色。您这样说谁拍照的画质更好，这跟你影调的控制、画面的构图、用光的技巧有很大的关系。不要指望您买一部解析力强、成像画质好、硬件强的手机就能拍到好照片，并不是说给您一支毛笔，您就能变成书法家。大家一直讨论了一个耗电发热的问题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肯定 vivo 的在那个控制888和那个 GN1 处理器的时候，温控有一定的突出表现，但是在这样的天气下拍摄，它也是发热发烫。这么大数据的运算，它能不发热那就出轨了。作为小米呢，它从11 Ultra 升级到
12S Ultra 之后呢，温控方面有了强大的变化。而视频的情况下，我刚才拍摄了有10多分钟，这后背啊略有温度感，反而呢这个屏幕的温度要比后背要高一点，这是它的一个大的进步。X80 Pro 与小米12S Ultra 的温库谁更好一点？我觉得小米12S Ultra 的温度似乎更要凉一些，可能因为处理器的原因，可能因为小米主打的散热的问题。至于说玩游戏，我就不聊了，因为我一玩游戏就打瞌睡，我不懂游戏，我只聊摄影。说到这儿呢，关于两部机器如何选择，您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如果您想照片与视频综合达到一定水准的话，那您就选它吧。如果您主打的是人像照片的拍摄，那我更建议您选择 vivo， 它的人像和色彩的确是讨人喜欢的糖水片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点个赞，关注我，我就是玩儿。